来，同学好，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那个椎间盘突出。那椎间盘突出是在那个学习提问单里面就第一名，大家最想了解的题目，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椎间盘突出那我们就先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叫椎间盘突出啦。这个是我们的脊椎我们脊椎呢，颈椎7节颈椎，12节胸椎，5节腰椎。好，如果我们把脊椎放大一点来看，就会放大就长这样。2节脊椎之间，白色脊椎之间有这个椎间盘，那每2节脊椎之间有一个神经孔洞，那这个神经孔洞就有神经出来，所以椎间盘突出就是这样。2节脊椎之间的椎间盘它可能是因为你的过度的错误的姿势，过多的压力造成它往外突出了，突出之后压到我们的神经。那为什么会突出突出的原因是几个，第一个，长期久坐长时间久坐，或者是你背重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如果这2件事情你又姿势不良的话就更容易椎间盘突出。那这个是从侧面看椎间盘突出。来，这一张图是由上往下看就是当你把我们的身体这样从这边这样切开来之后，由上向下看我们的脊椎这个是正常的椎间盘。正常椎间盘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外围环，然后一个中央核。那这个外围环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韧性在，它是好几层的纤维去打底的假如它第1层的纤维是斜这个方向，第2层就是这样，第3层这样，第4层这样，所以它有一个韧性在它并不是说那么脆弱就一下子会很容易被你弄坏掉的。 OK， 那通常就是我刚刚讲错误的压力反复造成它终于承载不住你给它的压力，它就破损掉之后，里面的中央核就跑出来。那假如跑出来的位置刚好压到你的神经，那就会造成你的一些酸麻痛不舒服的情形发生。我们的椎间盘突出一般来讲大部分的人的症状就是可能会腰酸痛，然后就是脚会酸麻不舒服，大部分的人是坐着比较不舒服，或者打喷嚏咳嗽的时候症状又会更严重所以这是椎间盘突出的情况是这样子。对，那我们椎间盘突出要怎么处理一般来讲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去医院看诊，那医生他可以用电脑断层或者是核磁共振去帮你检测你的椎间盘有没有突出的情形。那如果有突出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做治疗。对，那治疗的话，通常我会建议有椎间盘突出的人最好要做腰椎的牵引，因为你做腰椎的牵引，让你这个椎间盘突出的地方可以再把它吸回去就对了，等于是利用一个拉力，然后让它产生一个吸力吸回去。所以如果有这个椎间盘突出的，做一下腰椎牵引。那我们腰椎牵引的话，就是你去复健科，一般来讲它是从体重的1/4开始拉，2到3次增加一个重量。那重量的增加就看各个单位，因为有些单位它是用公斤去算，有的是用磅去算，它各不相同。然后慢慢可以增加到体重的1/2。对，那这需要点时间至少会需要2个月的时间，所以慢慢的把它牵引开来。然后另外就是要做运动。那运动的部分呢，它有一个蛮特别的运动，等一下我们在地板运动的时候，我再来带大家做那个运动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提醒自己，你要注意你的姿势，因为我刚刚讲了嘛，椎间盘突出大部分是因为长期错误的姿势，然后再加上久坐造成，所以你自己一定要调节你一定要注意姿势，然后要减少久坐的时间。像各位同学，你们是上班族居多啦，那我会建议就是你大概做50分钟、60分钟，一定要稍微起身活动一下身体。那更不要讲，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腰酸痛问题的人你30分钟就应该要起来活动一下身体这样才能够让你的脊椎不要一直在那个压迫的状况之下，那个压力一直提升。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另外我们要练核心的部分我们要把核心练强壮，所以我们要练腹部跟臀部，增加我们核心的稳定度，让我们的脊椎可以尽量是在一个正的状况之下所以我们要练这些动作。那如果以上这些动作这些事情你很认真的做了
2到6个月都没有比较好转，甚至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发现你的酸麻痛越来越严重，甚至有影响到排尿的时候，那这时候你非常有可能就必须要靠手术的介入，要靠手术治疗了。所以这是我们椎间盘突出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那就请大家回去要好好的练习一下了，反复练习及坚持练习，从知识面、运动面去调整，那这样慢慢就会改善你的问题。但是一定要非常注意知识跟不要久坐。OK， 接下来我们现在要来练习的就是那个椎间盘突出它自己比较特别的一个运动哈。来，现在请同学全部变成趴着。我们的动作是这样子哈，待会请你们把你的身体撑起来，手肘撑起来，撑上来之后停住，停5秒，感觉一下你的腰。如果说你发现你的腰这时候酸的感觉变得更多，那就请你要放掉，休息一下。那你待会上来的时候，你的时间就再短一点，譬如说只停3秒就好。那如果3秒还是不舒服，那你就再放掉，秒数再少一点你就是反复上来放下，反复个几次，那反复几次看看腰的感受是如何。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反复个8到10次，腰还是不舒服，那你就不要勉强做这个动作了。但是假如说你越做觉得腰慢慢的变得比较舒服了 ，OK， 那就可以继续进行。停5秒，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你就放掉，休息。好，那下一次再上来的时候，你就试试看停10秒。如果说停10秒没有问题，放掉，休息。再下次上来停15秒。假如停15秒也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在这一个角度反复做3个回合，这是第一个阶段。好，第一个阶段，如果你3个回合也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再把身体撑高。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再把身体撑高，撑上来。好，这时候没有要完全撑到最高我们先撑到最高跟刚刚的中间点。有看到我手肘不一样了哈？我手肘刚刚是直立，现在是撑一半。好，一样就是停5秒就好。好，停5秒没有问题的话，放掉休息，然后下一回再撑上来，停10秒。如果10秒没有问题，再放掉，休息一下，再撑上来，停15秒。假如15秒没有问题的话，请你在这个高度反复做3个回合。如果3个回合都没有问题的时候，那就请你再进一步，第3个阶段。来，第3个阶段就是把你的手往上撑到完全伸直。好，但是这个有一个原则我们的骨盆还是在地上，也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前面耻骨这个地方还是在地上，所以我们就是撑上最高点的时候，耻骨会在地上，然后停住，一样从5秒开始。5秒如果没有问题，放掉，休息一下，再反复撑上来，撑10秒。10秒如果没有问题，放掉，休息一下，再反复撑上来15秒。5秒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一样在这个高度停3个回合。那这个动作呢，就是要反复每天练习。那高度就是要看你当时的椎间盘突出的状况，因为有的人他一开始他可能没办法直接撑到最高点，那就是看你当时能撑到多高，你就撑到多高。如果说你那天真的腰比较酸，或者是那天实在是因为上班久坐时间比较酸的时候，我会建议就是你还是先从比较低的高度开始测试自己的身体耐受度，不要一下子从最高的角度开始。好，最好是从低的开始，慢慢测试身体行不行，做行的话才慢慢把角度增加上来。那这样反复每天练习，再加上你有注意自己的姿势，不要久坐，然后姿势正确的话，就可以慢慢改善你的椎间盘突出的问题。但是要非常有耐心因为基本上这还是会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慢慢去调整，而且以后一定要养成好习惯减少久坐，还有姿势正确。
嗨。脊椎滑脱，如果你是向前滑脱的话，就不适合做这个动作，因为向前滑脱的人他不适合做大弯嘛。但是因为当我们这样撑上来的时候，已经变成脊椎的往前大弯，就比较大的弯，所以就不适合。对，所以如果有脊椎向前滑脱的同学，就不要勉强做这个动作。我们现在来练腹肌哈，来，我们躺下来，躺下来之后。腰椎骨盆正中位置，小腹尿道肛门收住，鼻子吸气，点头，很轻的点，回正颈椎，吐气，用你腹部的力量把胸口拉上来，双手往前延伸，吐气上来，吸气放下，反复。吐气上来的时候，颈部跟胸椎是同步上来，吐气上，吸气一下，反复做，反复到你觉得腰酸或者脖子酸的时候，请你暂停动作休息一下，休息之后再练。吐气上来，吸气放下，反复。颈部跟胸口是同步拉上来，拉到你的肩胛下角还在地上。吐气上来，吸气放下。这个动作在锻炼的是我们的腹肌，那腹肌提升我们腰椎骨盆的稳定度，所以它非常的重要。好，接下来我们来练的是臀肌的部分。躺下来，然后把你的脚靠近屁股多一点点，但是不用贴着屁股。那摆好位置之后，腹部收好，吐气，用臀部的力量把你的屁股往上推高，推到肩、髋关节、膝盖在同一条线上。那我们就开始数秒数哦，001、002、003，数到0010，数完之后，所有动作放掉，休息一下，休息完再反复，吐气上001、002、003，数到0010，数完放掉，休息反复。在这个过程之中哦，不管你数到几秒，只要有腰酸的时候，我们一定立刻放掉休息。休息完之后再反复练。那同学在练的时候啊，如果说你最开始的第一轮或第二轮撑不到10秒的话，请回去好好练习。假设啦，就是你一开始只能5秒，那你就这个礼拜就先从5秒开始练，每天练5秒，那反复练个3到5回。一个礼拜之后，你就增加1秒，练6秒，一样练1个礼拜。那再下个礼拜就挑战练7秒，这样反复练，慢慢的让你的秒数可以增加到10秒，就是基本可以停在空中10秒的时间。那慢慢练，一定可以练到那个秒数。是在练我们的臀部肌肉。那臀肌的强度跟我们的腹肌一样重要，它提升我们腰椎骨盆的稳定，减少你腰椎骨盆歪斜的机会。好，那就请大家回去好好练习，而且多注意自己的状况。如果真的有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寻求医生的协助啦。OK。